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日本的大型垃圾处理以及垃圾的丢弃地点和时间相关的一些话题。大型垃圾一般指的是超过一定尺寸的垃圾，但是有一些垃圾在分类的时候，它并不算作大型垃圾，而是算作一般垃圾或者是金属垃圾或者资源垃圾来进行回收的。比如说雨伞还有扫把的金属杆，它们这两个都在一定尺度上是超过了40厘米这个尺寸。但是呢，他们在分类上，雨伞是属于一般的垃圾，可燃垃圾，这是在京都的时候。其他地方的话也有其他的分类。还有扫把的那个金属杆，它是属于金属垃圾。另外一种呢，指的是三边长度不超过40厘米，或者说单边长度不超过40厘米的一些资源垃圾，比如说像电饭煲、音响、耳机，还有一些小型家具等家电。他们在不超过这个范围的时候，就需要拿到特定的地点进行回收丢弃。有些地方的话是属于去，比如说去这个区域一些特定的地点，有些的话是当做常用垃圾来进行回收的。它是比如说分类是金属垃圾这种感觉。关于回收地点的话，这个看城市还有地区的不同。比如说像之前在的京都，它的话它就是去特定的地点进行回收，但是它只要开着，1年365天都是可以进行回收的。但是像我现在在的埼玉，它就是分成那个这周或者下一周进行回收，又或者说是这周的某一天然后进行回收这种感觉。然后是每周进行一次回收。然后就是一种大型垃圾，一般指的是三周超过40厘米，或者说单边超过40厘米以上的大型垃圾，比如说像洗衣机、冰箱、床、沙发等，它们都需要专业的回收机构或者说是政府进行回收处理。大型垃圾的处理方式呢有很多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政府回收机构，这个的话是需要申请以及填写回收卷的。图中我们所看到的呢是京都市的那个回收卷，这个的话需要去便利店购买，但是他在拿这个券之前，你需要去知道的一些事情。首先在预约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个家具，你这个家具回收需要多少钱，这个需要我们先去提前进行跟官网进行预约。首先我们要进行以下步骤，第一个就是要测量好家具的尺寸，然后也就是你要丢弃的那个物品的那个尺寸，然后并且能够准确描述物品的名称和使用范围。因为日本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沙发，它分那个单人沙发和双人沙发，甚至是那个大沙发等等，它并不只是按那个尺寸来说的，也要需要按那个单独的一些那个使用范围来进行分类的。第二个呢是打电话或者上网给政府的回收部门进行预约，把自己的地址报给他们，他们会和你商量丢弃的时间和地点，然后你再把你的那个需要丢弃的物品的尺寸告诉他们，他们会给你那个需要花费的金额，然后你再根据这个金额去购买相应的回收券和回收的张数就可以了。有关于回收券的呢，各看地区不同，也有一定变化。比如说像我之前在的京都，那个时候的话，好像是有一种400块钱每张的券，但是呢，它给你的价格会有一定出入。比如说你的沙发是那个需要400日元一张，你的大型沙发是需要800日元，那你就需要去买2张，你就总共需要买3张，然后大的沙发贴2张，小的沙发贴1张，这种感觉进行购买。然后购买的地点呢，就去附近的便利店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要写上自己的名字、回收日期，或者说是那个名字变成那个回收的那个番号，然后贴在对应的家具上，然后在当天8点半之前或者前天晚上不打扰他人的时候搬到指定位置就可以了。我当时是在前天晚上的那个12点钟以后，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人是最少，也不影响我家那个周围来往过往的车辆，所以说那个时候搬出去的。因为第二天我要搬家嘛，就比较难过啊，不可能说是还要找人帮我搬一下，所以说我就只能那个提早喊朋友帮我帮忙呢搬下去的。大型垃圾处理方式的非政府回收方式呢也有好几种，比如说像第三方回收机构的，这个呢是只回收特定种类的以及那个年限以内的物品或者是垃圾，好，比如说电器类的回收商和家具类的回收商。自己处理的话呢有好几种，比如说像那个二手平台或者说本地二手平台把家具卖出去或者是送出去，这个的话就是比如像微信的本地华人群，还有那个吉摩梯，还有那个 Mercari 等，
自理处理方式的第二种呢，就是和住房公司商量，可不可以留给下一个住户。这个呢说法就是呢，比如说你有一些家具很新，丢了可惜，然后处理了也更可惜，所以说你就商量能不能留给下一个住户。如果说他们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可以留给下一个住户的，可以对他们公司起到一定正面效果的，他们就会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处理，你就可以安心的走。这个是一种方式之一。就比如说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的洗衣机，就是上一个住户留给我的，所以说这点来说挺方便的。关于回收费用方面的话，是根据尺寸和种类，从400到2000日元不等。其他地区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然后400到2000日元就指的是你要去买1张到6张不等的票。关于大型垃圾处理方式的一些优缺点，这里呢主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真正用到的，大家主要还是政府回收和第三方使用机构。自己处理的话呢，这个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就已经能知道了。像政府回收，这个是省钱，处理品类多，然后是时间比较固定，这个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不熟悉的事情很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无法处理冰箱，还有像一些洗衣机这类大型的电器。因为这些电器的话，它里面有很多回收的东西，不能直接给丢到搅碎机里面直接搅碎的。第二个是第三方私营机构，这个就刚刚讲的符合条件的物品可以进行免费处理，或者说是专门处理这类型的一些厂商，或者电器二手家具商吧。像比如说在我之前所住的地方，3年以内的冰箱，就是你从出厂日期到丢弃的时候，只使用了3年左右的这种冰箱，他们是免费进行回收处理的。但是呢，如果是超过这个年限以外，他们就进行收费进行处理了。家具也是一样，缺点就是处理费用高。自己处理的方式一呢，就是省钱；第二个就是花时间，因为你需要去找到对应的人把它卖出去。自己处理方式的二呢，就是也是省钱，丢点的话，但是缺点就是中介公司不一定会要。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桌子，我感丢的可惜，想丢给他们，但他们说这个东西并不会对他们带来任何的效益回收，他们就直接把它让我把它处理掉，所以这是有点可惜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不太推荐的，就是搬家。关于搬家和大型垃圾处理的，我到时候看一下要不要再单独做一期，在搬家的时候再做一期这个相关的。因为搬家的费用大型垃圾处理的费用比起来的话，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些快递的一些公司，如果你只是找搬运公司的话，可能是固定价格，但是那个价格也是比较高的。但如果你是自己邮寄的话，在花钱费用方面，可能和那个比起来的话，你还不如直接去买个新的呢。三，我们来聊一下垃圾的丢弃地点和时间。首先我们聊一下特殊垃圾，电池、打印机、墨盒或者说锡箔这东西需要去所在地区的特定垃圾资源点进行回收，因为它们都是属于立马可以回收进行利用的，所以说需要去特定的资源回收地点。还有像纸壳，也就是像箱子、纸箱这类东西丢弃的时候，一定要去百元店买点绳子这一类的东西进行把它捆扎一下，不然的话回收的时候很容易散掉。关于回收地点的话，一些丢弃地点，我打了一些马赛克，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大家主要看我没有打马赛克这个中间这一块区域就可以了。因为我如果不打马赛克的话，会可能侵犯到别人家的隐私，所以说我打了马赛克。首先是第一种，像这种有蓝色网子的地方，这种一般是指的是大型的一些居住区域里面，他们有这种专门丢弃垃圾的地方，他们会在这地方放一个网子，一般是蓝色或者黄色。你只要看到这个地方，你先把这个地方垃圾丢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在的这个公寓或者是区域是不是丢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垃圾就是乱丢弃吧。1次2次还好，如果你经常丢弃的话，可能会被投诉。然后第二个是一种专门的垃圾回收箱，这个指的是一些比较好的公寓。这些公寓的话呢，他们会有这种垃圾回收箱，这种垃圾回收箱的话，你只要丢在里面就可以了。会有专业的一些垃圾车进行回收。关于垃圾回收的时间的话，这个我给大家两个稍微过一下，大家可以看有点不一样，对吧？是不是感觉有些地方是用文字，有些地方是用这个图画呢？但是垃圾回收时间他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
像我那个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区域的地方，比如说它回收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指星期二的时候它是可以回收一般垃圾和有害垃圾，星期三的时候它是回收的一个塑料包装容器，然后那个星期四的时候它是那个回收那个塑料瓶，还有这个纤维类。但是第二周的星期四它不回收那些，它只回收瓶和罐子。第三周它又回收那个塑料瓶和纤维，第四周它又回收塑料瓶和罐子，这个就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再看这个话就是那个星期五的时候它回收也有一定不一样。比如说星期五它第一周和第三周它多了2个回收的，比如说金属和纸类，但是它的那个回收地方大部分是相同的。在日本有就是有2种垃圾，它的回收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每周都固定都是有的。一种就是一般垃圾和有害垃圾，它是回收是那个固定的。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那个包装容器，一般是一般垃圾和有害垃圾回收是最多的是1周2次，然后这包装容器是1周1次。这第二张呢是崎玉县另一个城市的一个回收的一个就这种时间吧。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它有一个火，这个代表的是可燃垃圾，但它回收的时间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就很固定？它代表那个星期二和星期五它的回收时间就是那个同样的。但是呢，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那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回收东西也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是区域不同，它回收有一定不同的。这怎么看呢？比如像星期三，它回收的是不可燃垃圾、电池，还有这个纸类以及纤维类，它全部都是一样的。星期四的时候，它是固定回收瓶罐类，然后是那个罐子，然后是塑料瓶以及那个包装容器，然后它是一起回收的。它这个呢，比起我就是我住在这个城市的这个区域来说的话，它就是那个更灵活一点，你可以每周都可以把它丢弃，挺方便的。比如像电池，我现在住居的这个区域的电池呢，是需要特地进行回收的，所以说这就比较麻烦。但是它这边是可以直接进行回收的，这个就非常好。因为电池用的不多，单独去一趟那个地点回收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但是你不丢的话，它要放的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些危险。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还是挺羡慕这个区域的，这是真心话。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典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